江澄对于蓝忘机也没什么好感，战争期间每天就跟在魏无羡屁股后头，装的一副温良模样，烦人的很。魏无羡明明可以用鬼道御式对敌，可每次开战前都要因鬼道和蓝忘机产生一些矛盾纠纷，让魏无羡10分战斗力变成8分。这倒不是江澄自己凭空想的，是魏无羡实在被蓝忘机说得烦了，便回嘴了一句，恰好被路过的江澄听见了。蓝二公子，好走不送。江澄嘴角微微上扬，标准的应付笑容。蓝忘机垂眸看了地上的几人一眼，无意间捕捉到了他们眼中闪过的侥幸。侥幸？蓝忘机眸中微微闪烁，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。在江宗主强烈的感人目光中，蓝忘机冷着脸走出了莲花坞。江父，带着他们去祠堂。江澄冷冷地看着地上的几人，一双杏眼中满是风雨欲来的沉寂，指尖的紫电闪烁着深黑色的紫芒。烹祠堂正中间吊挂着一个半死不活地人，眼皮半耷拉着，看着地板上又多了几个被捆绑着的人。呵，江木腮帮子还肿着，一声冷笑刺激着面部神经而导致不正常的抽抽。江木眯起眼仔细地看了一眼，原来是那群鬼修。几名黑衣人被推倒在地上，仆从们半个胳膊压在他们的身子上，另一只手按住他们的脑袋，朝着供奉在祠堂上面的灵牌叩了几个响头。呜呜，禁言术还没有失效，黑衣人给江父弟的眼神也都被拒绝交流了。江父凑到江澄身边低声说了一句话，只见江澄点头之后，江父便拿出一把小刀狠狠地扎在了几人的腹部。伤口并不深，但足够用灵力或怨气袭击修士的内丹。以彼之道还彼之身，这是江父给江澄的提议。不把人命当回事的邪魔外道来说，这是最好的惩罚办法。江澄并没有给地上的人过多眼神，直接交给江父去处理了。在他看来，江木重要多了。江父很知趣地带人前往私设的地牢，那里会更适合招待他们，有些东西也能在禁言术失效前永久消失。也许他该感谢蓝二公子。江木，你知不知道我爹娘还有莲花坞的师兄弟怎么死的？那时候你去了哪？江澄面对着江氏祖先的灵牌，厉声质问道。江木哼笑道：江婉银，你如今端起宗主的架子，倒是与那毒妇不能说毫无关联，只能说一模一样的。你家是死是活与我何干？江澄不由分说狠狠甩了江木一巴掌，冷声道：江木，你对着祖先灵牌再说一句何干试试？你生是江家人，死是江家鬼。呸！这回倒是记着我是江家人了。江婉以你和你娘一样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你太把自己当根葱呢。江木朝着与紫渊灵牌的方向啐了一口唾沫。江澄抬眸深深地看了江木一眼，扭曲的感情让他没有第一时间辩驳，反而问了一句：为何修鬼道？江木此刻狼狈极了，但他毫不畏惧地看向江澄，舌尖不自觉地舔了舔后槽牙，哑着声音回道：你是想说为什么走了和魏无羡一样的路吧？江澄，你这个人嫉妒心太重了，什么都要和魏无羡比，却处处比不得人家。我学鬼道，你在意的不是歪门邪道，而是我走了和魏无羡一样的路。哈哈哈哈，一辈子都在比，一辈子都比不过。江澄拿着紫电朝着江木甩去，鞭打声顿时充斥了整个祠堂。江澄眼眸闪过一丝世人的血红，内丹急速地运转着向外提供着灵力，压抑着又略带着癫狂的嗓音出现在江木耳边：魏无羡已经死了，他拿什么和我比？而你作为江家人背叛江家，修鬼道辱宗门，你下去给祖先赔罪吧。江婉银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你现在孑然一身就是毒蜘蛛作恶的回馈，活该死全家。江木显然也被刺激得不轻，开始胡言乱语了起来。我爹娘被余毒妇害死，还想我做你家忠心的狗？江婉银，你也会不得善终的。我以鬼修的名义诅咒你！噗！江澄拿出三毒刺穿了江木的身躯，侧头低喃道：诅咒？魏无羡这个鬼道老祖我都不怕，你算老几？诅咒你！不！江木看着那一身宗主华服的江婉银，不由想到了上一个穿着华服让自己妥协的江丰眠。我诅咒你们！江丰眠一脉死绝。江木嘴角还残留着鲜血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江丰眠的牌位。江澄用三毒割破吊挂着江木的绳索，江木的下方恰好是一块扣绊用的垫子，
整个人变成了跪拜的模样。江澄拿起一旁的香火，对着家人牌位拜了拜：“阿爹、阿娘、阿姐，我会让背叛的人血债血偿，他们一个都逃不了。阿爹，你放心，那些鬼修我会一个个修理，绝不会让他们败坏我江家的名声。”江澄对着牌位自说自话，而满地的鲜血以及跪拜在垫子上已经失去了气息的姜木，整个祠堂笼罩在一个诡异的气氛里。没有人注意到一丝黑气缠绕上了紧握三毒的手，一丝丝的从细小到不可见的伤口钻进人的血肉里。喂，醒醒！周云戳了戳倒在桌上的禽类，指尖传来冰冷的触感，提醒他这并非活物。小麻雀翻了一个身，朝着魏婴的方向撒娇性的吱了一声。